劳烦皇后娘娘记挂，这还好呀，只是水浅着了凉。这要是水深，臣妾恐怕就无缘见到各位姐姐了。昨日是妹妹顶撞了淑妃娘娘，请娘娘给条活路。您是太后的外甥女，只要您一句话，妹妹恐怕小命不保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臣妾不敢多言。不是，你这戏也太过了吧！这里人多眼杂，众口众词，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我仗势欺人呢。是啊，人家淑妃妹妹毕竟是皇上的亲表妹，太后的外甥女，必然是懂规矩的。柔婉仪啊，你就起来吧。皇后娘娘说的是，臣妾一定遵守宫规，绝不会是那种使阴招耍手段的小人。起来吧。倘若娘娘能逼得平日里身体娇弱、处事谨言慎行的柔婉仪当众哭泣，你这不是仗势欺人，又是什么呢？淑妃娘娘就跟众姐妹说道呗，你平时多么的遵守规矩，才能如此行事？劳烦淑妃教教我们呗。你教了。本宫与皇后娘娘说话，你随意插嘴，其为罪一。教诲众妃，乃是皇后娘娘之责，你这话何意？其为罪二。身为妃位，竟敢出言顶撞本宫，其为罪三。这就是规矩，赏你一个巴掌，算是便宜你了。倩倩，你我同为妃位，应当平起平坐，你凭什么打我？是吗？圣旨到！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淑妃浅氏品行端正，贤良淑德，今特封为淑贵妃，钦此。贵妃娘娘，还不接旨谢恩？臣妾接旨，叩谢皇恩。奴才告退。臣妾自知惊扰了皇后娘娘，向皇后娘娘叩头谢罪。这本该啊，在娘娘面前跪上一个时辰的。可是太后一早听闻这个消息，就急着派人催臣妾过去，臣妾便不叨扰皇后娘娘了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也告退。这宁妃和柔婉仪肯定是得了皇后的命，才敢针对贵妃娘娘。不过娘娘放心，本宫和娘娘是一条心的。妹妹多谢姐姐好意。妹妹若是无事，不如去我宫里坐坐。太后那边，改日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宫里还有些要事，就不叨扰贵妃娘娘了。臣妾告退。可算走了，我都尴尬的说干31厅了。啊？31厅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淑妃娘娘侮辱我家主子，明知道主子有孕在身，故意推倒主子。我哪知道她怀孕了呀？
不是，臣妾的意思是我没推他，你怎么能诬陷好人呢？你住口！你说究竟发生何事？回皇后，今日淑贵妃借口被太后召了去，却在半道拦下了我家主子。淑贵妃出言嘲笑侮辱我家主子，我家主子不甘受辱，刚想反驳2句，刚一开口，谁知淑贵妃就出手推倒了我家主子。我哪有？我难不成柔婉仪自己跌倒嫁祸于你啊？这太荒唐了！再说，你今日不是说太后召你前去伺候，你怎么会在那儿？禀皇上、皇后娘娘，太后娘娘昨日出宫祈福，尚未回宫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皇上、皇后娘娘明鉴，臣妾真的没有推柔婉仪。臣妾去的时候，柔婉仪就已经倒在那儿了。还不认罪？月儿在，把淑贵妃带下去，好好反省。是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啊！娘娘走吧。啊，不是，咱们先下去。干什么？皇上，你玩真的呀？你也下去吧。是。柔婉仪怎么样了？回皇上的话，柔婉仪有2个月的身孕，这次摔倒啊，差点导致小产。不过幸好胎儿并没出事，太医说休养些时日便好。恭喜皇上。不过这淑贵妃行径恶劣，定不可轻饶。奴婢劝娘娘还是招了吧。没做就是没做，本宫没什么好招的。这后宫上上下下都知道你和柔婉仪不和，你说没做就没做吗？我再说一遍，说的就是你，死奴才，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我娘娘是皇后，皇后怎么了？踹你！我娘娘是皇后，踹死你！踹死你！踹死你！干什么呀？住手！退下！是。朕本以为你已经悔改，没想到你还是仗着朕和皇后为所欲为。臣妾本来就没有错，皇上宁可相信别人，都不相信我。这次你做得不错，居然能说动柔婉仪嫁祸给淑贵妃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不过遗憾的是那个孩子没有做掉，要是能一石二鸟就……奴婢知道了。好丫鬟，下去吧。娘娘，陛下大发雷霆，定然会让他失宠。那谕旨，我一个现代人做错了什么？居然跑到一个古代背景的小说里？宫斗真不是我的强项啊！你的机会只有一次，说，柔婉仪之事真相究竟是何？柔婉仪自己滑倒，让奴婢嫁祸给淑贵妃。如此可见，想要活到大结局，跟对老大最重要。更何况对付齐耀这种顶级老大，最好用的办法就是示弱，就知道他们居心叵测。皇上，多亏了你，不然我肯定被他们生吞活剥了不可。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呀，
就是缺心眼儿。我有你就好了嘛，我长那么多心眼干嘛？你既然知道对方居心叵测，为何今日你还要救着万一？我和二儿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躺在那儿了，鼻子摔了跤。不过他就算有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拿皇家子嗣开玩笑，所以引出幕后黑手，不错。朕收回刚刚说你缺心眼的话。只可惜没引出来。所以，说不定幕后黑手现在已经急得快跳出来了，只管静观其变即可。这样啊，那臣妾就拭目以待了。不过，哪怕他没有事，晴儿也还是会救他的。这毕竟柔婉仪可是皇上喜欢的女人，还怀着皇上的骨肉呢。如果她有事，皇上肯定会不开心的。晴儿不想让皇上不开心。是吗？晴儿，你觉没觉得我们该有自己的孩子了？你一定要小心。笑话！我是皇后统领后宫，她只是个妃，再得宠也终究是个妃，要我小心她？哟，这不是我们风光无限的舒贵妃吗？娘娘是皇后。敌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敌若犯我，放狗咬他。哼，果然还真按耐不住。皇后万福，万福是假，多子多福倒是真。不像舒贵妃呀，进宫这么多年，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再得宠也是只下不出蛋的母鸡。说起下蛋，这有些鸡倒是能下蛋，只不过下的都是些惹是生非的混蛋。你敢嘲笑本宫？我的太子好着呢。皇后，您别对号入座呀，都是误会。臣妾就不叨扰皇后娘娘了，这免得太子听到呀，又来打人，惹是生非。本宫乃后宫之主，打你岂需要我儿子动手？娘娘不可！参见皇后娘娘，参见贵妃娘娘。奴才奉陛下之命，将昨夜许给贵妃娘娘的玉佩送来。辛苦公公了，皇上可真是记挂本宫啊。娘娘客气。我看天气炎热，要不奴才先送娘娘回宫吧，免得陛下担心了。那就麻烦公公了。舒贵妃身子弱，万一中暑了，可就不好了。多谢皇后关心，皇后怕是多虑了。臣妾告退。还请公公带句话，晴儿也不是白要皇上的玉佩，这个回礼早备下了。这皇上和娘娘还真是间谍情深呢。那就麻烦公公了。娘娘客气。可都消停了？回皇上的话，贵妃娘娘已经回宫了，
皇后娘娘也回了自己的寝宫。打了草，怕是要被蛇给咬了。贵妃娘娘有皇上护着，还吃得了什么亏呀？谁吃亏还不一定呢。哟，瞧奴才这张嘴。这是贵妃娘娘给皇上的回礼，也不知是何稀世珍宝。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入骨相思。皇上，奴才有件事儿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有屁快放！皇后娘娘今天为难淑贵妃，还说淑贵妃生不出孩子。朕的情儿，不是谁都能智慧的。那皇上的意思是？不着急，皇后和贵妃斗智斗勇，这皇宫以后可有热闹可看了。哼！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大姨妈来了。姨妈？可是您的姨母庆国公夫人未曾入宫啊。那娘娘可得多喝热水啊。这是造的什么孽啊？小说的体验感也太真实了吧。出什么事了？坐。回皇上的话，是贵妃娘娘身子不适。哪儿不舒服了？请御医了吗？贵妃娘娘不愿请御医。胡闹！去把御医请来。是。啊！哎，臣妾没事，就是有点头晕。头晕还算不上不舒服啊？淑贵妃的丫鬟就是这么照顾主子的吗？你别怪他们了，都是臣妾的不好。这就是他们的失职。皇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臣妾……行了，起来吧。是。对了，今日御花园的事情，朕已经听说了。臣妾无碍，这皇后毕竟还是皇后。今日我当众落了她的面子，她定是不悦。这日后啊，免不了给我小鞋穿。你乃是正一品贵妃，不用这样妄自菲薄。皇后居然敢说你生不出孩子，她是在质疑你，还是在质疑朕呢？皇上就是护短。不行，朕就要证明，朕和晴儿都没问题。皇上，那么多人看着呢。芊芊，你竟敢顶撞母后！本太子看你上回是没挨够。父皇，放肆！后妃的寝殿也是你能闯的？淑贵妃身为你的长辈，你竟然敢直呼名讳！好大的胆子！看来皇后是越来越不称职了。她管不了你，朕来管。来人，是将太子拖下就杖责20。父皇，儿臣再也不敢了，饶命啊！父皇。哎，轻点儿。本宫倒是小瞧这个浅晴了，没想到他竟能哄得皇上这般为他出头。表面是惩罚太子，其实是打我的脸。
个女人，皇上是连皇室的体统都忘了。娘娘，那舒贵妃毕竟已重获陛下恩宠，您再这般下去，只怕吃亏的也只是你自己啊。重获恩宠？哼，以他往日那嚣张跋扈的做派，我倒要瞧瞧，他还能风光多久。安儿，奴婢见过剑王爷。晴儿，啥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男二？现在都升贵妃娘娘了，最近过得可好？多谢靖王关心，晴儿过得很好。啊，晴儿，对了，今日灯会好好玩，我知皇兄皇嫂合意，我就不去了。为何不去啊？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先行告退。这个男二也挺帅的，唉，可惜了。我要当女主，女主可是不会跟男二在一起的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呀你？不对啊，这场面怎么似曾相识啊？灯会，莫不是正阳灯会？我记得小说中就是这正阳灯会上，尹清河救了寿安郡主，还以一袭青衣让皇上对他一见倾心。不行不行，我绝对不能坐以待毙。安儿，你去找到一个叫尹清河的女子，想办法弄脏她的衣衫，绝不能让她干干净净的参加宴会。娘娘，这恐怕不太妥吧？妥？哪有什么不妥呀？来，是，奴婢明白了。我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。皇上驾到，皇后娘娘驾到。参见皇上，皇后娘娘。都坐吧。谢皇上。可曾见到靖王？不曾见过。算了，随他去吧。救女入场。参见皇上，皇后娘娘。你觉得第二排第一个怎么样？还不错。皇上，您看这边黄色衣服这个姑娘怎么样？靖王。母后，他们合伙欺负我。母后，是谁这么大胆子，竟然伤了太子？孩儿也不知，那群人不像是宫里的，他们打完我就跑了。可有看清他们长什么模样？还真太清了。苏莲安，救女退场。为了揪出行凶者，就有劳各位夫人小姐了。凡是提供线索者，必有重赏。
禀皇上、皇后娘娘。说。奴婢路过御花园，发现太子和寿安郡主起了争执，不知寿安郡主可否知晓此事？太子和寿安郡主起了冲突。母后，那个女人不在这里。你可看仔细了？还真看清了。众夫人小姐可否到齐啊？切不可隐瞒。就是他，母后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欺负我。请皇上、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女是无意间才推倒了太子。燕儿，到底发生何事？他为何伤你？儿臣也不知道。儿臣在那儿好好的，这女的无缘无故来推我，然后就跑了。安儿，可否看见始末呀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奴婢也不知道此事的详情，娘娘不妨问问寿安郡主。轩儿，你可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？郡主，你倒说呀！熏儿，快说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今日之事是误会，三小姐误以为熏儿被欺负了，更何况三小姐确实不知那是太子。才不是，他明明就……好了，今天是1年1度的正阳灯会，大家应当万事以和为贵，切勿再生事端。退下吧。主子，急什么？这件事情，太子从头到尾都是受害者。臣女的这个三妹从小刁蛮任性惯了，臣女在此替她给您赔个不是。皇上这态度，怕是被那狐狸精给迷了去，才如此对待太子，真是替太子惋惜呢。你真觉得本太子没有错？当然。清河，小姐，这太子也太可怜了吧！身为皇子，被三小姐一个庶女给伤了，竟然还得咽下这口气。太子明明是受害者，是怎么皇上也不为他做主呢？休要议论，让人听了去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太子却没错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大胆！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太子和尹三小姐打起来了！哼！快走！太子这是何意？竟敢迷惑父皇！父皇傻，我可不傻。本太子要重重罚你50大板，看你以后还敢！来人！是，还不住手！燕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请陛下恕罪，太子年幼，刚刚那些不过是无心之言。太子的确年幼，不过太子身为储君，日后掌握生杀大权，若是以后动不动就打人，置人于死地，怕是会落得一个凶残之名。淑贵妃言重了，燕儿不过是无意说的几句玩笑话罢了。从明日起，燕儿入学国子监。母后，母后，燕儿不想去国子监，燕儿不喜欢。身为太子，应当入学国子监修身养性，太子就莫要再推脱了。你这臭女人，给我闭嘴！闭嘴！太子齐鸿雁，即刻褫夺储君之位。漂亮！来人，在，将太子给朕绑下去。皇上，太子体弱。还不将太子带下去？是。父皇，燕儿，儿臣不敢了。燕儿，母后救我！苏公公，传朕旨意，
因三小姐不敬皇子、出手伤人，等会结束后即刻入感业寺，望其静思起过。太子齐红艳立刻入学国子监。皇上，休要求情。这 nice。我和他们演了一天戏，饿死我了。还是古代好，不打农药，有机水果，环保健康。娘娘今天实在是冒进，又是掺和太子被罚，又是要奴婢弄坏尹小姐的衣裳，真不知道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如果说有一只苍蝇专门来恶心你，你会不会把它赶走？自然是要赶走的。既然我已经挡不住这只苍蝇进入我的地盘了，那我就让它知道，我这条路没那么好走。可是，奴婢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到底谁是苍蝇。对啊，这尹清河看起来也不像预料之中那么难搞，难道是我狭隘了？小姐，您这一次可太冤枉了，明明是那太子先动的手，您也不做辩解，竟然还罚我们去感业寺反省，真是太不公平了。不要议论这些了，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可言？好了，走吧。对呀，世上之事本就没有公平可言。如果事事都公平，就凭你也配做尹府的三小姐？也不知三小姐这般作践自己啊，是为了什么？奴婢真替三小姐觉得不值啊！真以为能入宫陪伴寿安郡主，便有机会成为皇上的宠妃？真是痴人说梦，痴心妄想。你们，你想怎么样？静儿，退下。小姐，退下。姐姐教训的事，妹妹知道了。谁是你姐姐？你看你那副样子，真让人倒胃口。秀儿，我们走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，贱人。这个呀是火锅，辛辣爽口。这香味儿倒十分诱人啊。可不是嘛，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吃火锅了。如果你吃了之后不开心，那就再来一顿。舒贵妃哪儿学来的好手艺啊？一个大家闺秀，居然会做这种粗事。皇后娘娘，您这话臣妾就不能苟同了。正所谓民以食为天，吃饭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。这天下百姓还有多少人都想过着吃饱穿暖的好日子呢？晴儿说的对，那就开席。我们开动吧。加点肉，白菜，好吃啊！娘娘，奴婢听说寿安郡主要求皇上减了他的禁闭，到尹府小住一段日子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皇上同意了吗？是昨日的事，据说是同意了，后日便离宫。后日？那安太妃同意了吗？安太妃哪能同意寿安郡主离宫啊？只不过寿安郡主这回像铁了心一样，非要闹着到尹府去。莫不是？不愧是女主，天选之人就是手段多。如果让她和寿安郡主走得太近，拿下皇上那是早晚的事。要干过她，拜托能不能给我一个外挂呀？这安太妃照顾寿安郡主多年，这寿安郡主一向乖巧懂事。尹清河到底有什么方法，居然能让寿安郡主违背安太妃的意愿出宫去？
听慈安宫的人来报，说安太妃有意向莫太妃诉说不满，说尹三小姐经常教导寿安郡主做一些奇怪的事，让她好生担忧。有不满？那就是好事儿啊。太妃，舒贵妃求见。舒贵妃，她怎么来了？给太妃请安。舒贵妃客气了，快坐。太妃近日可安好？一切都安好。薰儿，快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薰儿见过贵妃娘娘，给贵妃娘娘请安。快请起。听说寿安郡主要去银府小坐，不知可收拾好了？都收拾好了。不过我这心是一直都放不下来。郡主年幼，又常年待在您身边，这要去寄人篱下，难免您会有所担心。可不是嘛，谁不知道外面能有什么好事？如果不是薰儿与那尹三小姐交好，本宫又与那尹三小姐几次交谈，觉得那姑娘应该还不错，定是不允的。清河见过太妃娘娘、贵妃娘娘、寿安郡主。尹小姐请起。清河姐姐，尹小姐可是做了糕点？臣女知道最近天气炎热，寿安郡主没有什么胃口用膳，所以特意做了一些山楂糕。真好吃。寿安郡主肠胃疲弱，不适宜多食山楂糕。是臣女大意了。无碍。不知本宫可有口福，能够尝一下尹小姐的手艺？如果贵妃娘娘不介意的话，请下呢。小孩子脾虚胃弱是件大事，我宫里正好有一个食疗的方子，我这就命人回宫去抄了送来。贵妃娘娘不必麻烦了，晚些时候我让薰儿去贵妃宫里取，也认认门，怕是日后要多叨扰贵妃了。也好。薰儿，还不快谢过贵妃。薰儿谢过贵妃娘娘。太妃客气了。恭送贵妃娘娘。清河姐姐，你还没有回府啊？你一个人去关雎宫路上无聊，我陪你一块儿去吧。正好我要去贵妃府里学习食疗的事情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郡主一个人去贵妃娘娘宫里就够了，尹三小姐的身份，怕是够不到去娘娘宫里。嬷嬷说的是。不，要是清河姐姐不去的话，那我也不去了。郡主，嬷嬷，您先回宫吧。清河姐姐，我们一起去，走。怎么样了？回主子的话，御厨查了，御夜查了，并无异样。晴儿，看朕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奴婢告退。皇上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晋王今天带进宫的，朕觉得味道不错，就赶快拿来给你尝尝。看来有人吃独食。
尝尝尝尝。味道不错，但这不像是宫里御厨的手艺。这是臣妾从安太妃宫中顺回来的。哎，青儿，你在干什么书？哪有人直接抢走的？快还给臣妾！郡主求见。薰儿给皇上、贵妃娘娘请安。臣女清河给皇上、贵妃娘娘请安。免礼，坐吧。陛下这是在看书啊？这本书我也看过，挺有趣的。贵妃的。薰儿，这份是手抄版，可千万别弄丢了，不然你可要自己重新抄写一份哦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指定弄丢，还是交给侯嬷嬷吧。臣女自知厨艺拙劣，不知这山楂糕是否符合皇上还有娘娘的口味。这是你做的，此等厨艺就不必自谦了。谢陛下夸赞，日后臣女定勤加练习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邀请皇上还有娘娘一起品尝。尹三小姐对我们薰儿的照顾可真是周到呢，这么一个大热天都能陪着来进宫一趟，真是难为你了。能够陪伴郡主是臣女的荣幸。陛下，让臣妾看看您看到哪一页了？是这儿啊。神女有心，却不知襄王有意还是无意。在朕的心里，神女只有晴儿一人。你想和皇上干柴烈火，我偏给你釜底抽薪。这个尹清河城府深重，我绝对不能再让他留在薰儿身旁。太妃娘娘，这尹小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她上赶着不就是为了去见陛下吗？只是居然利用郡主，哼！好一个不知廉耻的女子，自己想要飞上枝头变凤凰，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可也不要拉上我的薰儿。吩咐下去，寿安郡主小住尹侯府一事马上取消，不用再准备了。是，奴婢马上去办。娘娘，这尹三小姐分明就是利用寿安郡主打皇上的主意。你傻呀？现在才看出来？是奴婢迟钝了。你放心了，就算我们不动手，这慈安宫的人啊，也容不下他。咱们自己动手，显得多不是高端玩家。高端玩家？奴婢不明白您的意思。你呀，现在就继续监视尹清河的一举一动，绝对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。明白。宫斗好累呀，我只想做一个快乐的肥宅。
小姐这是想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哦，锦儿知道啦，小姐这是思春啦。哎，锦儿你不要胡说。那个，你去帮我问问皇上，他有没有喜欢吃的糕点，或者其他的什么饮食习惯之类的。好，锦儿这就去。红嬷嬷，小姐。嬷嬷不是说好后日才来的吗？那小郡主呢？哦，传安太妃的话，小郡主身体不适，不便出宫。三小姐不必麻烦了，话已传完，奴婢就不多叨扰了。小姐，那郡主房间不用了，下去吧。您不是说听您的话就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吗？放心，我们还有机会见。什么？你说你想进宫？臣女请皇后娘娘助臣女一臂之力，臣女日后必誓死追随皇后娘娘。你凭什么认为本宫会帮你？舒贵妃现在正得圣宠，整个后宫都知道，皇上刚废了太子的储君之位，所以娘娘必须要亲近她。宛若她再生个一儿半女，那她在宫中的地位岂不是如日中天？就怕连皇后都要避其锋吗？既然你也知道舒贵妃此时圣眷正浓，你又有什么把握能把皇上从她身边抢回来？就凭臣女有预知未来的能力。你说什么？数日之后，京城北郊将会出现流火，到时候会烧毁房屋数百，死伤数千。这话可不能乱说，要是传出去，你我都会受到牵连的。皇后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此类言辞只有你知我知。皇上，你拉我出来干嘛呀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来人！好看。那有朕好看吗？皇上最好看了。
皇上，谢谢你。皇上，出大事了！朕去就回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请皇上恕罪！皇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身为钦天监这么大颗流火，你没观察到吗？朕到底养你有何用？请皇上恕罪，臣夜观天象，根本没有丝毫异象。这流火的出现实在是匪夷所思啊！皇上，那你的意思是这颗流火突然出现的？是，皇上，他是有不祥之兆啊！传救我。是。此人一定要收为己用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娘娘前些日子说喜闻清河身上的味道，清河特意为娘娘做了一个香包来献给贵妃娘娘，这里面呢装的都是娘娘喜闻的香料。可是清河绣工相对拙劣，请娘娘不要嫌弃。尹三小姐说笑了，这绣工可真是栩栩如生啊！尹三小姐费心了，是娘娘谬赞了。机灵，娘娘放心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万福千安。免礼。北郊流火一事，想必你们都有所耳闻。今日本宫叫你们过来，就是想细说此事。朝廷既要支援边疆军务，又不能不管此次北郊一事，所以本宫决定做出表率，为朝廷尽一份力。臣妾必定会为皇上排忧解难。怎么回事？皇上，娘娘被蛇咬了。晴儿，你没事吧？晴儿，娘娘，苏莲，传御医。是。晴儿，你终于醒了，晴儿。皇上，臣妾睡了多久？
回娘娘的话，您都昏睡1天1夜了，皇上可担心您了，一有空就来看您，都来了5、6次了。哎呦，你个死丫头，要你多嘴！是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他那么紧张的样子，难道是爱上我了吗？不是吧，我终究是要回到现实世界的，那我不就成了玩弄别人感情的渣女人？算了，不想了，头好疼。你想什么呢？想得头都疼了。陛下，晴儿是在想昨日之事。你放心，朕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皇上，怎么了？臣妾饿了。来，小心烫。多喝点。皇上，臣妾自己来吧。你别动，你现在身子骨虚，还是朕来吧。你可不能再受伤了，你要再出事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晴儿会一直陪着皇上的。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像晴儿一般，那该有多好。全天下只有一个晴儿，皇上贪心。是朕贪心了，朕有一个晴儿，便心满意足了。晴儿想一直都陪在皇上身边，朕也会一直保护好你的。朕的后宫果然是人才辈出，一个比一个足智多谋。可惜都化作了女儿身，浪费了这一腔的雄韬伟略。皇兄，此时后宫各股势力正蠢蠢欲动，不宜轻举妄动。朕明白，不过昨日之事，朕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他。这偌大的皇宫，朕还有一处清净之地吗？还好有晴儿在这里。你觉得晴儿还是以前的晴儿吗？皇兄此言何意啊？皇兄，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。
清河在此祈愿，愿菩萨保佑天下苍生，保佑北郊灾民，保佑这个世间不再有灾难。这不是尹三小姐吗？皇上，尹三小姐许的什么愿？臣妾祈求菩萨保佑天下苍生，保佑北郊灾民，保佑这个世间多一些善，少一些恶，多一些温暖，少一些寒冷，多一些真诚待人，少一些勾心斗角。尹三小姐身体如何了？太医医术高明，腿伤已好，再过几日我便可出宫了。不知贵妃娘娘如何了？她好得很。这天色也不早了，臣女就先行告退了。皇上，尹三小姐没事吧？是清河冒昧了。朕送你回去吧。皇上，怎么？难道你不乐意？臣女只是想，皇上能否换我一生清河？主子，您醒了。皇上可曾来过？回主子的话，您睡下后，皇上就离开了，不曾来过。我没事，你去休息吧。是。我怎么觉得怪怪的？皇上可待清河温柔些。青儿，青儿，青儿，不管你把我当成谁，我尹清河早晚都会得到你的心，彻彻底底。主子，一大早上这么慌慌张张的，都是该嫁人的年纪了，再这么冒失，小心以后没人要你。主子，什么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尹氏清河，贤良淑德，秀外慧中，深得朕心。特召入宫，封3品婕妤。赐储秀宫主位，常伴君侧，钦此。臣妾领旨，叩谢皇恩。传陛下口谕：皇后因前日之事受惊不少，身体抱恙，应在坤宁宫中休养，而无暇照看六宫。
特令淑贵妃协理后宫，望众妃各司其职，和睦后宫。皇上这是……苏公公，本宫要见皇上。皇上一早料到娘娘会有如此反应，特地嘱咐奴才跟娘娘说一些话。娘娘宫中的小顺子架不住用刑，全招了。陛下的意思是，既然那狗奴才居心叵测，想连累主子，那就干脆不要回来。望娘娘三思，奴才告退。这样看来，难不成整件事的幕后黑手竟是皇后？真是投机不成蚀把米呀！妹妹一定要恪守职责，否则到手的美差恐怕就要飞了。谢皇后娘娘教诲。都退下吧，尹婕妤留下。毕竟刚入宫，本宫还有些事要吩咐。是。